在这个星球上，曾存在许多人类已知与未知的文明，他们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进步与进化。文明的毁灭与诞生是这游戏的一部分。如今，人类又快走到文明的关键点，极端气候的发生、AI 的快速发展、人口结构的改变，人类面对的只是更大游戏的一小部分。人类已逐步走向一的法则的进化版本。看看那些渐渐只剩空壳的宗教组织，那些渐渐觉醒却不知所措的人们。然而，有些真理与修炼如琥珀被保留了下来，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觉醒者。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，我是阿吴。上一集我们聊到了入道的第一个门槛无丧我，以及人籁、地籁、天籁是什么。这集我们继续庄子的齐物论，风一吹，万洞壳因着不同的形状发出不同的声音。人也一样，一件生活的事件发生，人们也因着自身不同的个性与文化制约，开始喋喋不休。下面是庄子笔下形容这些受到情境一出现就忍不住做出反应的人们，形容他们如死人一样。睡觉的时候意识交错，醒来的时候精神外驰，此心与万物相接相错，每天都处在勾心斗角的状态当中，心思有时缓慢，有时深沉，有时绵密，遇小恐，心神不安，遇大恐，心神麻木。我们的情绪不断变化，有时欣喜，有时易怒，有时哀愁，有时快乐。我们的心念有时多虑，有时多悲，有时反复，有时惶恐。我们的态度有时轻佻，有时纵意，有时开放，有时扭捏。人们会有这些变化，通常是不自觉的，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发生的，就是随着风起风落，毫无自觉。所以庄子劝我们停止向外追逐吧，早晚如能证得这个，这也是万物之所以生的主体了。这里庄子大大劝我们不要再向外去追逐了，别再去追逐那些每天让你生气、高兴的情绪与事物。世人追逐这些在庄子的眼中与死人无异，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自主权，却总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。他们从未看过大海的辽阔，却以牢笼也就是大脑思想回路为天地。如果此时你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与荒谬程度，并尝试开始寻找可能的出路，那么此时你就是一个觉醒的人了，不再沉睡，开始苏醒，开始去寻找万物之所以生的主体，也就是道家说的真我。但这里指的觉醒，只是去意识到这件事，离悟到、得到，还有一些或很长的路程。有很多人觉醒了，觉得生命不应该是如此，觉得自己始终都是思想与情绪的傀儡。那一刻，宛如自由的起点，更像是伟大航道的宣告启程。但是日子久了，他们又再度沉睡。许多人的生命过程中都曾觉醒过，但没过多久，又因着日常的生活的麻木，或是找不到正法的教导与练习，又再度回到睡的状态。
觉醒后还需要有异于常人的决心与勇气，才可能真的醒过来哦。不然才刚起来又偷懒回去眯个10分钟，人生就迟到了。阿吴看过太多初步觉醒后又在睡住的人们，毕竟个人要脱离群体意识，走一条不一样的看似孤单的觉醒之路并不容易，但别害怕，这里还有阿吴陪着你呢。接下来要进入齐物论核心的思想与庄子的领悟的中心了。这里开始是道家修行的精髓，所谓精髓都是听起来简单，却需要很深的洞悉与累积定境的功夫才能真正领会的。这些在人们眼中看起来像是在玩文字游戏或是辩论的逻辑，但其实这些文字精髓并不是用头脑的逻辑思想可以到达的境地。人们既然像傀儡，如同机器人一样，庄子大大身为过来人，一定有他想要教给我们的方法。首先，既然我们认为的那个我不是我，只是不自主的反射神经或机器，那么我究竟在哪里呢？真正的主宰在哪里呢？真正的自由又在哪里呢？接下来是庄子破解这个游戏的太极阴阳之道，也呼应了阿吴一再提及的神圣二分法，领会了此道，就能一窥真理的奥义哦。没有比物的存在，也没有我的存在，没有我的存在，也就无从去察觉彼的存在了。这样的关系体悟似乎接近真理了，但若仅知道这样的互存关系，仍然不知在彼我之后的主体，这背后似乎有一个真宰、真体主宰。人我之间一直都是到了修行中阶所要去体悟的主题，这是从二元进入一的过程，不只要道理懂，身心也需要正道才算。每个人都把自己，也就是我的概念抓得很紧，在这个功利主义、自我主义的社会在所难免，我们不断去强调我的重要、我的个性、我的特色、我的强项，以确保我们可以在这社会不被淘汰，活得更好、更优秀。但如果你已经有一点人生历练，或是稍微用一点新觉察的话，你会发现长期而言，这个一直紧抓我的概念会让你渐渐过得不开心，你会开始忧郁，或开始有些非自主神经的失调。这是因为人们不断强调我的重要，但是人们紧抓的那个我，又不是他们真正的我，只是他们头脑里的某些回路，所以他们开始无法与外界连结，开始产生各种副作用，也许会开始有自我了断的倾向，因为他们找不到那个真正的我，与万物失去了连结。那么，这人我之间的二元对立，我们该怎么去提升与转化呢？还记得在《齐物论》这篇一开始所提到的无丧我吗？是的，要解这一题人我之间的难题，还是需要从无丧我开始，因为人们把我抓得太紧了，需要先练习松开我的概念与感觉后，才有机会开始寻找掌握。接着，庄子开始论述他寻找那个真正的我，那个真君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就像在《楞严经》里的7处征心、8环变现一样，佛经里所说的心和这里指的真君和主宰是一样的，都是指那个真正的我在哪里呢？可见不管是各个门派，东方或西方，每个修行人或宗教人士都在找寻我，这似乎是自古人类觉醒后修行的大问题。我们来看庄子在到处找寻真君后暂时的结论：总有一个最后的君，那不就是这个我的真君吗？无论我们是否能见到这个真君的实体，这并不至于减损真君存在的真实性。这里庄子确定有这个真君，也就是最后主宰的存在，并说不管你找不找得到，不管你悟不悟到，都会不减损这个道，即使你此生都找不到真正的自己，这个真正的自己也依然完美如初。庄子又说，如果大家现在都以他们现成的真心为导师的话，又有谁没有自己的导师呢？不只是那些知道万物变化而心有所主的人有现成的真心，即使是愚人也有现成的真心。首先，为何说是现成的真心？
因为道与真理从古至今都好好的、完美的存在着，只是世人眼拙看不到而已。而道也不需要去修它，它本来就现成，本来就完好，要修的只是挡在我们眼前的污垢而已。庄子大大说，不只是悟道的大师有道，那些每天过得汲汲营营的世人也有道，这一切都是平等的。若我们找到了这个真我，以它为导师，就不会像世人整天为了彼于此，人与我这种二元的现象争论不休，就像那些名家的诡辩一样无知了。所以有句话叫迷时师度，悟时自度，在你尚未开悟时需要有老师带领你，等到你悟到了，找到了那真君，那么你就可以如庄子说的，以这真君当导师，去悟后起修了。但在这之前，学人还是需要找个至少悟道的老师好好学习啊。齐物论到这里，说的是要人们不要自以为是，因为你的是就代表他人的非，当然也不是要你自以为非哦，而是要你跳脱出这种是非对错的观念，而这种跳脱与包容就是无的展现。那么要怎么跳脱这种我是你非的观念与制约呢？用头脑想的都没用，你需要失去头脑的认同。因此本篇齐物论在一开始就点明了无丧我这个功夫的程度，这样各位有明白了吗？至于要怎么无丧我，阿吴在上几集已经教过大家，念死法中的懒人装死法可以快速达到忘身，忘身后下一关就是忘我了。忘我除了在大家打坐静心做功夫的时候深入可以到达外，其实还有几个日常生活利用时机点的小诀窍，阿吴也不藏私的教给大家，利用对的时机来静心，可以让各位修行事半功倍哦。除了在打坐外，在你运动后，像是跑步、健身、游泳、打球后的当下，身体处于一个比较疲惫的状况下，这时马上让自己进入静心状态，因为这时身体是疲惫的，所以不用打坐，只要以轻松的姿势的坐着或半躺着，此时静心就容易进入比较深层的忘身到忘我的层次。其原因在于此时身体是疲惫的，所以全身容易放松，头脑也暂时不会多想多扰动。利用这个时机修行静心，可以有不错的效果。这种方法自古也有修行者采用，最具代表的就是般舟三昧修行法，其方法是要在3个月的时间当中，不坐、不卧、不眠、不休，持续不断念佛行经，是为大勇猛、大精进的修行方式。其原理与秘密，就是要把自己搞得很累，在很疲惫当中，头脑就不会多想，甚至无法再想。这时只要一个契机或带领的老师给出某种提示，修行人就可能可以进入无我状态，甚至悟空了。所以大家可以利用在激烈运动完后，马上进入静心这个时机来做练习。另外还有一个时机点，这个时机点听起来比较涩涩，但阿吴是认真的。时机点在男女性爱高潮后，通常人们戏称此时为圣人模式，指这时候欲望骤减，进入一个脑波相对平静的状态，此时赶紧静心，也可以有不错的效果。不管男女都一样，阿吴可不是在开玩笑的哦。但大多数人们这个时候都会埋头睡去，还想到此时要来静心修行的人，还真的是天之骄子了呢。这些修行的时机小诀窍都教给你了，还不赶快去练练？先降，下课，拜拜。